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位爷爷和奶奶？5年前，我给这位老爷子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他的2句话让很多人掉下了眼泪。你干啥活着嘞？我是照相的。照相？对，我给你拍个照呗。不用嘞，这活起几元不？看到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，很多人羡慕着老一辈人的爱情。从2021年到2025年，每一年我都会重返这个村子，从一开始大家牵挂的老夫妻，到孤身一人的老爷子。5年时间过去了，而这段故事也该告一段落了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波妞，这个是安妮。看到我身后这个熟悉的地方了吗？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甘肃的董家崖村，这已经是我第6年重回这个地方了。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我们过去来到甘肃结识的那些非常友善质朴的老人，给很多兄弟姐妹们留下非常的深刻的印象。这一期呢，也是我在这里遇到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贵人，就是那位老人家，他坐的那个位置就在那边，看到没有？那里有人坐，我本来说去那儿给你们拍个开场白，让你们知道当时那个老爷子在那个树下等我的那个场景。他问我是干啥活着了。每一年呢，我都会来探望一下他啊，代表我也代表着兄弟姐妹们来看他们。然后他家呢是已经搬到了那下面去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现在呢准备从这里出发，然后带你们去看一看啊，他有没有在家。我去，他2个飞的可是真快啊！我现在给老爷子带点喝的过去啊。另外呢，就是给他拿了个助听器，因为之前好多兄弟姐妹们说，他说你去了老爷子家那么多趟了，你给老爷子拿个助听器啊。所以呢，我千选万选给他选了个科大讯飞的啊，希望对他有用啊。老爷子的老伴去世以后，他们就搬到这下边来了啊。哎，也在那儿坐着的，是不是爷？哎，好像爷啊，叔儿，你好，爷呢？去世了啊？去世了。去世了。我还以为是爷爷坐在这儿。家我去世了。您能喝点吗？再进来。啥时候走的爷5月份了。5月份。没事，人老了嘛，生老病是正常的。脑出血。脑出血。听到老爷子去世的那一刻，我一度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看到叔叔和阿姨流下的眼泪，听到他们哽咽的声音，我内心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走在路上的这些年，见过了太多疾苦。我原以为内心早已麻木，可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内心堵得难受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。啊，谢谢姨。哎，谢谢姨。头疼。哦，开颅手术。高血压。从我家晚几天。晚不了了，我说路过看看爷。谢谢你。以前我是在那看的。有视频吗？想他来就看一下嘛。是吗？刚刚叔叔坐在这儿起身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他呢。好，你别做饭，你别做饭，爷。这叔做了开颅手术，然后他站起来的那个姿态啊、神态，我眼睛有一点稍微近视。我从远处看的时候，我以为是爷，还挺高兴的跟他打招呼过来。这人真的就是生老病死，世事无常。你别做饭，姨，我坐着喝口水，别弄饭，真的。就做吃一点就可以了嘛。别弄饭。对，可以做。我们还去上面去一下。对，我们要去上面，你就别弄饭，谢谢你。叔叔还躺着休息了。啊，累着了哦。由于叔叔阿姨的情绪波动比较大，我就没有过多用镜头对准他们拍摄。和他们聊了一会儿，我决定去村里走走。我想看看曾经走过的路，铭记那些岁月，不忘初心。在那个叔叔阿姨家里面，一进去的时候，我提到老爷子的时候，他们情绪不太好。阿姨和叔叔他在哭嘛，咱们就没有过多的把镜头对准他们拍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心里面突然落空了。我来这儿都已经第6年了，怎么说都有感情的。从最早的那会儿到现在，
这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还是这个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画面，只是人不一样了。这够好，好，干完活了，这闲着的，咱看。闲着了。我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遇到老爷子的。就说你说的，你说是这个位置找小这个到皮捡了没呢？哦，对，哦他走了。哦，走了。慢慢休息。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到这儿来，都已经太熟了，这么多年了。这个村子已经没人住了，基本上人们都搬到下边去住了。你看下面全是那些高楼大厦了，然后这个村子基本上就是荒废了。住在这儿的老人他是不愿意离开啊。其实子孙后代在下边是买这个房的，然后这阴雨天的话就没有阳光天那么看着好看啊。每一年来这个村子，我都会上来这儿逛逛啊。爷，这个爷爷奶奶也挺好的。这里，在家了？哦，在家。好。老人财务的。老人财务了。去。哦，过来了吧？来了。大好吃。你还跟我提的喝的吧？喝点嘛。那太优秀了，这个老主那个就不提在了，又来咱看好特嘛。好。这撮合来撮合。好。可能很多兄弟姐妹对这2位老人没有印象，其实去年来的时候，当时这2位好心的老人叫我进屋喝水，也是热情善良的人。我还拍摄了他们很多的画面，结果收音的设备出了问题，没有声音，就没有把他们的画面剪辑进来。别给爷爷来佛走了吗？啊，对，走了。我还不知道嘞。哦，过时了，过时了。哦，结果还没去嘛，过来吃嘛，走了。我去了。哦，去了啊。去了我才知道。好。百度是去的套子。啊？可以做茶。好。套子。哦，好。套了有花。你们这边的套了？哦，自己家的。这个小院舒服。这个院儿都建了多少年了？40几年。40几年了。奶奶她是不是听力不太好？听力好着呢。好着了。我爸在听力不行。听不见啥了？你听不见着了？聋的。能听见一点点啊？能听见。啊，我这样跟你说话，你听不见了。这个你这个声能听见。近一点能听见。远了就听不见。哦，我本来还去看那个爷爷嘛，我说给他带了个助听器，然后我说给他用嘛。狗吃的肉嘛是面食。有狗食。狗食啊。哎，对。好，加你这个。好，我拿着吃。钱。这好甜。这个真的好好吃。我把这个送给爷。他戴上能听见，应该戴耳朵上了。戴耳朵上了。你太优秀了。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他老人家有需要嘛就给他。太优秀。这个也是我的福地，你们这个地方。是挺新嘛？对。叔儿，你给他记住啊，这个有个字母的 L，是左边，有一个 R 字母的，是右边。啊，对，试一下能行你就带啊。感谢你。不感谢，这个地方是我的福地。好不好使？凉着。凉着了。太凉了。太凉了。我来，能不能行？凉得很，能行就行。你太优秀了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的福地。你们也对我那么好，以后每一年我都来看你们。啊，这个是充电仓，它没电了就放在这里边，就可以充电。实在不行，这儿有说明书。啊，我有的，我有的娃娃买来这，我孙子买来这个凉还是那个凉？这个凉。你看，你取了他就听不到了。你带上。我这个质量给。这个2000多。来，它佩戴的话就是这样，挂在耳朵上。啊，它是挂耳式的，很简单也很方便，它不容易掉。多少钱？给你老钱的嘛？哟，不说这些。这种给些钱的嘛？不，爷爷他在家，他自己带着就很方便验配嘛。他声音大，很亮。你去赶集，
做饭的时候很吵的时候，你都能听见。它这个是有降噪的，很吵的时候它都能听见。你就把这钱给了，能多少钱？不能收钱，我送你了我还收钱，那不像话了。你请我吃饭，请我喝水就可以了。这么大的钱，我不行，我不要。带着一个心意，心意，大都打开了，带着。也给你的心意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有的这得2000来元的多些，我赔这个房，我们能撑不你的？不谈钱啊，不谈钱，带着。这是。上一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人就很好，婆婆叫我到屋里面坐啊，然后聊天啊，吃东西啊。有时候我去别的地方，有的人家都不叫我喝水了。董家崖村是我的福地，因为我从这里开始，自媒体之路有了方向和希望。每每看到这里的人们，都倍感亲切。或许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淳朴打动着我，或许我上辈子就是甘肃人，也或许上辈子他们都是我的至亲至爱之人，才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。在这儿搭帐篷了。哎，你还记得？我给你照相，你不照了？我咋老了40几天了，咋不照？你不敢照啊？不照。不照，这不敢照啊。咋的，死了就对了。哎，说这些，照相不是为了别的，是留个念想，别给后人留了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，后人他看着照片，你笑着拍的照，他就很开心。啊，这东西盖就好吃，一个就亮了。哦，这是盖照能吃。那这个效果好啊。他们这个屋里面感觉挺好的。天水这边屋里面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啊，坐在这儿感觉挺舒服的。平时他们就这样坐着喝茶在这儿。这就是客厅，那儿就是床。你娃的录取通知书啊？哦，河北科技大学。哟，可以啊。现在俺考过军校530几分的。530几分？考不上，他考了512分。河北科技大学已经很好了呀，很好呀，可以。说些汤。说点汤，晚饭。吃晚饭。可以吗？你做啊？我俩孙子2个做。孙子2个做，可以吗？中。中。这个是厨房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碗架是嵌在这个墙里的。外边有个菜园子了。韭菜啊，这是。还开花了，韭菜。香菜了还有芫荽，你们这边也爱吃啊？爱吃啊。浆水好吃，浆水面是吧？对，那个浆水面能吃惯。你们这边那个酸，对于我们贵州人来说不算酸。对，我们吃的更酸。你们这边的四季豆好吃。这番茄也好吃。小菜园子好可爱。看这棵树在这个门前这个柴火你们堆得整齐嘞。那个是以前的窑洞是吧？那是个窖，我一开窖啊。你说地窖。放洋芋的。这也是一个小的杂货间。这个是个地窖。放洋芋的。这这边很凉快了。洋芋浇水直接就放着，直接不坏。不坏啊。就好吃。哎，我进去看看。哇，这里边确实好凉快，像开了空调一样。这是浇水你知道的浆水啊。你知道。你要这洋芋。洋芋就放这儿。它就不坏。老百姓的智慧啊，就这样。我们老家也有。对。西北小院就是这种感觉啊，人的感觉真的很舒服。走进来，这一切你看着，要是有阳光的话，就更漂亮了。像这种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。少了。你们可能他老年人不愿意去下边住。下边愿意去。你们下边有房子啊？下边会有。他住习惯了。就跟我老家一样，那些老年人他宁愿在那个老房子住，他不愿意在新房子住。我也喜欢这种小院子，但是我们老家都拆完了。对。善良的人，他们的神态和声音是有温度的。奶奶总是哈哈大笑着，叔叔和爷爷还有小孙女则是一眼看上去十分憨厚本分的人。
慈眉善目大抵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看过这么一句话，一定要和善良的人做朋友，因为就算你们翻脸了，他也不会伤害你。奶奶教你做饭，你多大了？18了，成年了，也该会了。我超喜欢你们这边炒豆角，别吃的吧？别吃了，炒出来香了。这个啊，他们这边切法就这么切。把这个倒点呗，倒点了水，倒点这个是和啥了？白菜汤、醋汤，这个是面哈。这是面，诶，这个是做面吃吧？是盘汤。盘汤哦，我叫盘汤。就直接到里边。咦，我头一回吃哎，还有这种吃法。哇，起锅了，感觉还不错啊，挺好吃的。早上去就吃。好，开饭了。这来，好爷，我就坐这儿。哇，这个看着好香啊。这吃。好，当不。好，吃条点。好，美食评鉴时间到啊，尝尝这个。炒好的豆角，调出来嘛，醋调上了，调点醋。你们这边的豆角这样炒出来好吃了。加调醋。好香。啊，这往上有啥子给？放里边。自己泡也能吃。泡馍。就是个蛋。泡着吃。是调上调的辣椒。就好吃。然后吃一口馍就这样吃菜。好吃了呀。好吃着吧？我还头一回这么吃了，这味道好吃。我用馍泡好了。老人家就是个泡的。老人家就这么吃啊？我年轻人呢，是跟人了。还挺好吃的。煮子了就泡了。好吃啥就吃。这样很合我胃口。好吃吗？没吃过了，老吃嘛你吃去。好吃，合我胃口。热的就吃热的。对，我吃的硬的。你喜欢吃硬的？这是个球馍嘛？球馍。这馍是昨天的。旧馍。球馍。我叫球馍。你看这个硬。对，那个硬我们吃不来。多吃点，吃的饱饱的。吃饱。你吃饱了？饱了，我饭速吃它饱着了。啊？你这么快？我感觉我才把碗端起来你就吃完了。咱老人吃不多。你这个吃法就夏天这么吃啊。冬天吃玉米面散的那种。玉米面散的那种散饭。散饭。这个真香，这个菜。把菜这样搬这里边。这快几年了，3、4年了吧？对，第5年了来这儿。炒豆角，这是一道普通却很有温度的菜。甘肃的做法总喜欢切成小片儿，这也是我来了甘肃以后才见到的吃法。还有这道番茄面汤，我也是头一回见。这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菜，但是当你吃进嘴里的那一刻，你才能体会到这片黄土地里浇灌出来的味道，是带着生命的温度，滋养着每一位游子的心。你做的好吃，哇！啥菜又爱吃，我不会吃。做的好吃。咋吃好？抱着了，你看我吃完了。再有点，快吃好。吃饱了也吃好了。要不要给你们照个相？你们一家人能成？能成啊？奶奶她说她不想照。行嘛，照一个啊。来嘛，先给你们俩照一个。准备啊，3、2、1，笑一下。你蹲在他们后边，对。3、2、1，笑一下。耶，你抓着他的手，手笑话了。准备啊，3、2、1，笑一下。笑给。去你奶奶家吃饭，之前我去你们家吃了饭的嘛。我知道，我还要上面去，我上去就下来去你那里。你怎么把我认出来的？前面有人让我看见你了，然后我就过来问一下。好，这2张照片感觉还挺温馨的，我现在给他们拿上去了。这会儿来了，
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把这来，好，行不行？好，好吃。好得很啊，好就行。这是个好，哎，着的好。这个抠起来哦，可以立在这儿，这个照片可以放几十年都没问题，这个我照相了，我照起来看。好看。着的好。其实去年来这里的时候，奶奶也不愿意拍照，这一次也是如此。不过后面她突然想通了要拍摄，在如今智能手机都能拍照的时代里，随手就能拍一张，显得并不那么珍贵。可是当你把照片打印出来的那一刻，他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样子，意义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下去了。下来就。哦，我说只还快着了。我下去还去那个爷爷家坐一会儿。就把那个拖下去放着吃脱吧。了。好，我拿着。我这等两个黄瓜给装上挂了，哎呦，黄瓜不装了。吃热的。哦，好吧。吃热的装上。这装了，这不是不吃。馍不装了，馍不装了，走了啊。走了这过来了就来啊。好，来了就来。好，走了爷啊。哎呦，别松了我这还手。啊！哎呦，我这个右手拿着左手。好，走了爷。好，再来了就来啊。好爷，走了叔啊。好，我这个左手不太礼貌，来我。老车。不送了。我们这儿就走下去了，下回来再来了，明年了。明年。啊，拜拜。我这会儿下去那个姨他们那儿坐一下，然后我们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。天又黑了，现在我们来了，吃了的姨，你别担心啊，上面那个爷爷奶奶他给我们做了吃的。啊，你那不就睡着我吗？睡就不睡了，我们几个人了，车上可以睡。一听你奶奶记的话，那时候还有听睡一睡。他还记着我了。就是这样。这个你拿着啊，你给爷爷买点补品，听到没有？这不是给你全花了啊！你好给在这钱。拿给你奶奶。你要吃零食的时候，你去找你奶奶拿点啊，听到没有？不能自己花了啊！我们就走了。没有你就不来。如果我要来的话，我提前来；如果我没来的话，我就直接走了。好吧走了，叔儿。啊。这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，感觉好多年前发生的事儿还依稀在昨日，很多画面，很多话，一想起来感觉还在昨天。这一次回到这里来，一开始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然后我看到那个书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老爷子，当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咯噔一下。我觉得很多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形容自己内心的那种感觉。虽然不是我的亲人，我每一年来这儿，从老爷子的那句话你干啥活着到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在我耳边回荡。我感觉我的青春也就这样落幕，但是我会继续去践行着自己的初心，走在这条路上，珍惜你们的时间，珍惜你们的亲朋好友。我时常会想起5年前的那个下午遇到的那位老人，他步履蹒跚的样子，从存钱罐里拿出钱的样子，我会想起走在路上的这些年遇见的每一位有缘人，他们的样子，他们的身影，或许平凡，却因他们缝补了这个糟糕透的世界。每当我感到厌恶之极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他们，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。我是简小白，怀着一颗炽热的心，奔向远方的星辰与大海。美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片乡土里。